所以说它是个过程。我是花了1年快1年，不止1年，我现在才跑了30分钟。但跑那个10K 以后，好奇怪一件现象，然后就可以跑30分钟了，20分钟一下就降到30分钟了。因为10K 10公里呢，我跑了80分钟，记录是30分钟，当然是一个30几分、32分、33分钟记录，那我就跑80分钟，跑完就跑走走。可是我跑了10公里的80分钟以后，我可以从原来20分钟一下就降到30分钟，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想法。我说原来我一旦把我自己的那个高难度加高以后，原来那个很自然就起来了。都这样，我记得很早以前走那个小桥走那个路很难走刚才好怕走那，然后再走一个更难的路走。更难的路走完以后，再走这个当中觉得很难的路，觉得好轻松因为我更难我都可以做了。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这种过程在这里面。英文就叫你的 threshold， 你的那个承担的那个度，在 psychology 里突然的增加，因为你做过那样子，这个对我来讲很简单。因此我们要有机会去做那些怕做的事，有机会去做那些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。并不是叫你天天要做那些危险不可能的事，而且做那个事情，你今天做这个就觉得是 no deal， 没有问题，I can handle this。我就跑步就这样很自然，我自己突然有觉得，我现在可以跑30分钟了，随便个连续不休息可以跑30分钟了。对我来讲，这30分钟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时间了，跟我自己相处，跟我自己相处跑步是单独去找人，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叫任何时候，我自己不叫找账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去，我不限制任何时候。就跟你们分享，就第一个就是要年纪轻的要把英文学好，对，你不要做 second class citizen， 什么都要人家翻译，什么都要人家讲，refuse to do that，OK， 拒绝做这样的事情，就像抽烟一样，拒绝抽烟。为什么不要把抽烟变成一个2等公民，要挤在那边，要到那边去？我可以把这个瘾把它戒掉，因为现在全世界已经开始接受，觉得抽烟的人是缺少胃泡，是比较能够没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。在国外慢慢有这种压力起来了，所以抽烟不是一个 social acceptable， 不是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，所以才会关在那边台湾也是吧？台湾在香港或欧洲都是你在户外抽烟，我把它画一个线在这里面，户外在这边可以抽烟户外在这边不能抽你要到那个圈里面抽烟，因为把污染的全部都污染掉，你污染空气在这个地方，在户外，在公园、在车站，在好几个 parking lot， 人都 park 在里面，他们可以抽烟。美国人、外国人要很守法，真的抽完以后丢掉，然后再走到外面去。那我们不喜欢二手烟，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。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必须要养成好的一个习惯，把社会上不能够接受的一些，慢慢要认识自己，觉得自己可以把它溃掉。所以在我们公司，我们招人刚开始就说很歧视的，我们10年前开始招人，我们就招能够在6个月之内把烟戒掉的人来我们公司。我们原来说抽烟的人没有办法来我们公司，后来我就改一下，6个月时间就把它戒掉绝对。基本上我们在interview的过程中，抽烟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戒掉，因为是个 lifestyle， 是个对自己的。那并不是说我们公司因为你抽烟就你其他东西都把它否决掉，而是你来到这个环境，你自己觉得很怪，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，那可能在别的环境就做得更好。因为我们公司是希望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的长处，找到自己的可以 add value， 可以增加价值的地方。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并没有。我们从来不挖角，从来没有做 headhunter 找什么，从来不做这些事情的，就是靠缘分，时间到了，你来我们公司看来稀炫了。我们公司没有高薪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来这边赚大钱不要来我们公司。但来这边你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并不是在招人，公司没有需要人只让你知道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种认识。先把自己的坏习惯把它拿掉，那么轻绝对可以拿掉的。所以说第一个把英文学好，第二个是英文学好才能够去看世界。有个马上的目标，朱先教我有一天可以自己背个背包，可以到欧洲去买个 Euro Pass， 可以再玩一个月再回来。
到处到你要去住 YWC 用 YMC 最便宜2个字，最重要的够。因为我知道以后没有这个机会，上班以后假期很少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这个中断时间去做这件事情。但英文要马虎才可以，因为不行。我在欧洲碰到很多日本他们有那个 gap year， 最近比较少。前10年也有很多这种日本人在世界各地到处在看，最近我比较少看到。因为根本就不行啊！他们胆子很大，他们就到处去结巴巴的，日本是1年在跟各地在互动。感觉说日本不错，这些年轻人到日本去，有一天他在他的生活中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因为他经过这个历程。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做这个事情，最快到大陆去，单独的自己考虑到台湾自己到台湾挑战可以让。单独很重要。第二个鼓励大家要独处，而且单独的去做这个事情。第二个是鼓励大家。第三个就是要做自己怕做的事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但是 only way 你可以把自己突破自己。但并不是说你要去爱上你怕做的事，不一定，因为没有人要去。你怕这个一直做的会痛苦死的，但你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我没什么好怕的 ，I can do it， 那可是不是我的 strength， 不是我的专长在哪里。我怕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讲话，去做，找机会就要站起来要讲话，找机会要参加这种活动，有机会要自己讲话，久了以后就 OK， 那并没有叫你一样你要做别人这样做，就慢慢你就知道 I can do it。因为我知道是达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不达人这个职业什么就是36是吧？职场不一样，我讲职场跟少这个字，职场。那我跟你分享一下，我女儿I'm not a good father，OK， 我也不是好的 husband，OK， I'm not perfect at all，OK， 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。我的事就是创造一个环境，然后找了一群人。然后在这环境里面可以找到他们的生活，跟找到他们的工作，跟找到他们生命的一些价值在这里面，这是我在做的事情。创造一个环境，然后让一个 team 去 run 这个东西。所以说我花很多时间跟自己说，I'm a very selfish person， 我是自私的一个人。所以说我没有手机，他们找不到我。I'm very good with hiding， 没有手机。我一直拒绝拥有手机，很多人送我手机我就 sorry，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I'm very selfish. I call you， you don't call me， right？ 所以我也很幸运，就是创造一个环境，然后可以不需要我，然后我可以去继续追求我所要做的事情。那我当然也是在我小孩子进小学以后才开始创业，有机会在谈创业的东西，创业是一个 accident， 完全是意外，我一辈子没有想到做生意，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一些事情，很感谢这意外的事，让我知道说，I'm pretty good at this， 发现我还不错，我可以有这种能力去创造一个环境，然后有能力去找到一群人，然后有能力。去思考business model、revenue model、sustainability 一些经营模式，它的利润模式，它的这个永续模式，然后我时时刻在思考这个东西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然后你知道第一个我是生意人，生生不息的意思，然后这个东西才能够 sustain， 所有人在那个工作里面才能永续下去。所以这是我的责任。第一个责任是创造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能够生生不息下去。生生不息下去需要一个 commerce activity， 需要一个商业的行为在里面，去 exchange energy， 去把能量给交换。能量交换，我们 service 发有能量就是有 profit， money， 我的 money 有 profit， 我可以做别的东西。